说白了吧，这非正规经济部门简直就是个魔鬼作坊。你想想，在老板们眼里，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廉价劳动力要多少有多少，个个都乖巧听话，随叫随到，用完就扔，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可是，在打工人眼里呢，这简直就是人间炼狱，无穷无尽的风险，数不清的侮辱，还有那永远也摆脱不了的不安全感，就跟3座大山一样，压得他们喘不过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权威报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在南亚和东南亚一带，还有中南美洲的部分地区，那里的劳动力大军里头，竟然有超过2/3都是非正规工人。这非正规工人是啥意思呢？说白了就是那些啥保障都没有的打工人，没合同，工作有一搭没一搭的法律保护，那更是镜花水月，想都别想。医保、社保、养老金啥的，统统靠边站。他们就跟风中的落叶一样漂泊不定，说不定啥时候老板一个眼神不对，立马就得卷铺盖走人，连个招呼都不带打的。可他们还得咬着牙，一天又一天的死撑下去，就这么无限循环猛付，看不到头。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在印度，非正规工人的比例竟然接近90%，而在乍得和莫桑比克这个数字更是离谱，直接飙到了95%左右。这简直就是触目惊心，这挥之不去的饭碗，不保的恐惧阴影，就好像有恶狼守在你家门口一样，直接就让人彻底泄了气，根本没心思也没底气去规划投资个啥，更别提啥长年打算。你可别光以为他们只是手头紧而已。更可悲的是，就算他们偶尔能省下一丁点余粮，那也必须抠抠索索的藏起来，留着过冬当保命钱用。要我说，彻底整治这非正规经济部门，那绝对是刻不容缓的头等大事，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要动真格的，那又哪是那么容易的呢？因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早就尝到了甜头，靠着这廉价劳动力用起来，那叫一个顺手。管够，谁会嫌弃呢？甚至巴不得多躲一闪呢。可问题是，要整治这非正规经济部门，绝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恰恰相反，而是想方设法的升级换代，选择一种更有良心、更人性化的升级版资本主义。啥意思呢？就是说，要的是白纸黑字的劳动合同，要的是老有所养的养老金，要的是病有所医的医疗保障，要的是免遭随意解雇的法律保护，还要有公平公正的劳资纠纷解决机制。这要求过分吗？一点都不过分嘛。这非正规的问题，还有另外2个方面更是火上浇油，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一个是非正规住房，说白了就是那些大家都知道的贫民窟和棚户区，还有一个就是没有正规身份证明。你想想，连个正经名分都没有，房子产权也压根不被法律承认，那老百姓的日子能好过吗？他们想贷个款做点小生意没门，他们住的社区想享受点城市公共服务门缝都没有，他们住的房子更是天天都悬着一颗定时炸灯，说不定哪天推土机就轰隆隆开过来，家就没了。你说这是不是雪上加霜，又给他们凭空添了一份焦虑和动荡？更扎心的是，好多从农村涌进城里讨生活的人，他们连城市户口这种城市身份证都没有，黑户一个根本就不被官方和政客承认。这一下，这非正规的问题就更复杂了。你想想，他们自己的日子都过得朝不保夕，他们的孩子呢，那就更惨了。连最基本的公共医疗和教育都没资格享受，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居署的数据都摆在那。像这样3重非正规的人，全世界竟然可能有10亿之多，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要说彻底解决这些贫穷顽疾，关键是要对症下药，找准病根。这要方子吗？说起来也简单，就那么几位。第一位要就是要承认老百姓的房子和土地是合法的，让他们心里踏实。有了这个合法身份，还得打通任督二脉，让他们能顺顺当当的获得贷款用，上水电煤气这些基本生活设施，享受到城市里的公共服务。第二位要呢，就是要给老百姓发身份证明。
这小小的身份证可不简单，有了它，老百姓才能畅通无阻地享受公共医疗、接受教育、得到法律保护，腰杆子才能硬起来。你想想，只要能把这非正规的工作和住房变成真正靠得住的稳定器，而不是让人提心吊胆的源头，那些在贫困线附近挣扎的老百姓就没那么容易一脚踩空，越陷越深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老百姓心里的大石头落了地，不再担心随时会一无所有，他们就更有底气，也更有盼头，敢于为长远打算在教育上砸钱，在技能上充电，为孩子们的未来铺路。这样一来，通往经济流动的康庄大道也就在他们脚下铺开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再看看灯塔国美国，这看病贵现在依旧是个难题，好多老百姓一不小心就得因病返贫。就拿儿童贫困率来说吧，平均水平竟然还高达26.2%，这数据真叫人大跌眼镜。这贫穷的万丈深渊，可真不是只有非正规就业这一个缺口，健康风险也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老虎。你想了想，甭管你是体制内的铁饭碗，还是体制外的临时工，一旦摊上健康问题，照样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得栽跟头掉进贫困户的坑里。全世界很大一部分人都挣扎在因病致贫的陷阱里头，尤其是在那些医疗保障掉链子的国家，这问题就更扎眼了。你想要是老百姓看病，既没有公家的免费医疗兜底，又没有商业保险撑腰，那一旦生病还不得倾家荡产？猜猜看，在各个国家老百姓看病掏腰包的比例到底有多大差别？这数据真是贫富悬殊，天差地别。在博茨瓦纳，个人自掏腰包的比例竟然连5%都不到，在莫桑比克还有法国也就9%左右，泰国、古巴还有荷兰更给力，只有10%左右。可话锋一转，再看看那些缺医少药的地方，那情况就急转直下了。在印度和菲律宾，这个比例蹭一下就蹿升到了将近50%，在富得流油的阿塞拜疆更是一路狂飙到了65%。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还得数那石油堆积成山的尼日利亚，个人自掏腰包的比例竟然高得离谱，高达76%，这简直就是天价医疗费。你想想，在泰国，要是家里人生病住院，你只要咬咬牙掏个10%的共付额，基本就能搞定。可要是在尼日利亚呢，你得砸锅卖铁凑出75%的巨额费用，才能勉强应付。这一下，天堂和地狱的差距一下子就拉开了，直接就能决定一个家庭是能勉强维持，还是万劫不复，一脚踏空坠入贫困深渊。你说说看，这老百姓为了给亲人治病，那还不得债台高筑，变卖家产，这日子还怎么过下去？这自掏腰包的医疗费用，说白了，它造出来的与其说是国家穷富的经济镜子，倒不如说是政策选择的良心镜。你看那些良心的国家，像是哥斯达黎加、丹麦、突尼斯，人家早就把让老百姓看得起病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千方百计也要给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可再看看有些国家，像是美国、澳大利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他们呢揣着明白装糊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压根就没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就拿灯塔国美国来说吧，这医疗体系到现在还是一盘散沙，碎片化严重得很，看病贵的问题更是积重难返，水深火热。这医疗烂摊子看苦多少美国老百姓？得看看这儿童贫困率，2019年到2021年平均水平竟然高达26.2%，骇人听闻。比2012年到2014年一下子又飙升了6个多百分点，这贫困程度都快赶上难兄难弟的希腊和智利了。你说看，这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公平公正的医疗保障有多么至关重要吗？它可是降低贫困风险的定海神针。再来说说这人生的脆弱关口。幼年和老年，这人一旦上了年纪，或者是黄口小儿，那真是风雨飘摇，不堪一击。就算你之前想得再周全，算盘拨得再精细，也架不住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老幼，病弱。
对于那些家底薄的家庭和社区来说，晚年凄凉和命运多舛，往往是最致命的打击。所以说，要真想釜底抽薪的对抗贫困，就得双管齐下。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养老金制度，给老年人稳定的保障，让他们老有所养，安度晚年；另一方面，要加大投入，早期干预，给孩子们好起点，让他们赢在起跑线。这两招组合拳打好了，才能真正釜底抽薪地化解那些把老百姓推入长期贫困的风险暗流。这才是真正高明减贫之道。要我说，这降低社会风险和减少脆弱性，这是想要事半功倍，还得在国家竞争这个老套路里头玩出点新花样才行。啥新花样呢？很简单，咱们以后就别再死盯着谁家 GDP 增速快这种老掉牙的硬指标了，要比就比谁家老百姓新掉进贫困坑的速度慢，甚至最好能做到零新增，才算真英雄。你琢磨琢磨，用贫困新发率这个新标尺来衡量各国扶贫政策的成效，是不是比光看贫困总人口那个冷冰冰的数字要高明得多，也靠谱得多？依我看，最应该像追逐 GDP 高增长一样，卯足了劲去追求贫困新发率节节走低，最好是一年更比一年低，直到彻底清零才算完胜。要是真能做到零比例，那才叫功德无量的集体壮举呢。而且我敢打包票，这目标绝不是啥海市蜃楼、空中楼阁，只要齐心协力，撸起袖子加油干，区8到10年的时间，绝对能搞定，指日可待，未来可期。这减贫大业要想更上一层楼，实现可持续发展，光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短期措施还远远不够，还得把眼光放长远点，从中期的战略高度出发，把促进社会向上流动这步棋给走活，这才是真正具有变革意义的关键一招。你想想，天赋这东西，甭管你叫它能力也好，创造力也罢，它在娘胎里头就随机分配好了，人人都有份，谁也不比谁金贵多少。可问题就出在这后天上，太多的人，一出生就命运不济，抓了张快钱，在人生这场大型抓娃娃机游戏里头，咣当一声，直接就砸过了，前途命运被各种无形的障碍堵得死死的，寸步难行。就算他们身怀绝技，天赋异禀，那也白搭。反过来看，那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幸运呢？他们爹妈都是人中龙凤，见多识广，教育资源更是唾手可得。这些人从小就赢在起跑线上，自然就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地发掘和磨砺自己的内在潜能，最终脱颖而出，功成名就。可绝大多数普通人呢，那就没那么好命了，空有鸿鹄之志，却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潦倒一生。这机会2字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水中捞月。你想想，要是有个数学天才，本来能成为震古烁今的大数学家，结果却因为上大学遥不可及，最后只能沦落到扫大街当清洁工的地步，这是何等的暴殄天物！再比如，要是有个音乐奇才，本来能创作出绕梁3日的绝世名曲，结果却因为音乐课在学校课程里查无此项，天赋就这么被埋没了。无人问津，既不可惜，可叹可悲。好在天无绝人之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无数事实都证明，机会这东西，只要用心栽培，精心呵护，那就能创造奇迹，化腐朽为神奇。不信你看，就拿那个出身坎帕拉贫民窟的小姑娘来说吧，她本来命比纸薄，前途渺茫，可谁能想到，就因为一位非同寻常的小学老师力排众议，打破常规，毅然决然地在社区里成立了个国际象棋俱乐部，结果竟然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硬是把这个贫民窟的灰姑娘摇身一变，培养成了名扬四海的国际象棋冠军。这李月龙们的传奇故事，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它雄辩地证明了机会这东西对于改变命运来说究竟有多么至关重要。想要彻底扭转这历史遗留的社会不公，就必须转变思路，改弦更张，确保人人都有机会，都能平等地接触到那些真真切切有意义的发展机会，而且这机会还不能千篇一律，
得因材施教、量体裁衣，切合每个人的不同天赋和兴趣才行。你瞧瞧那些老掉牙的传统扶贫政策，目光短浅，只是机械地把老百姓从贫困线上往上拉一拉，就算完事大吉了。可他们压根就没意识到，在贫困线下面还埋没着多少被尘封的宝藏，蕴藏着多么巨大惊人的潜能。因为我看要另辟蹊径，开创一个崭新的扶贫新时代。啥新时代呢？就是要用心搭建起通天之梯，构建四通八达的机会之阶梯，用这机会之梯去层层解锁，步步激活老百姓体内蕴藏的无限潜能，为他们铺平通往社会向上流动的光明大道。这才是真正高瞻远瞩、着眼未来的减贫大战略。放眼全球，俯拾皆是数不胜数的成功案例，都在有力地印证着这种新思路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就拿牙买加来说吧，这个弹丸小国将培育出一批又一批震惊世界的田径飞人，雄霸国际，田坛几十年。爱沙尼亚呢，这个波罗的海小国竟然异军突起，喷出了一股科技新贵的洪流，打造出了无数令世界刮目相看的科技独角兽企业。委内瑞拉虽然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却依然人才辈出，孕育出了无数技艺精湛、享誉世界的古典音乐大师。就连瑞典这样的小国寡民，也能在高科技信息技术到家具设计等各行各业全面开花，独领风骚，傲视群雄。这些活生生的成功典范，难道还不足以敲醒那些依然沉睡在传统扶贫旧思维里的人吗？他们振聋发聩地宣告着，机会才是点燃希望之火的星星之火，才是开启明智之门的金钥匙，才是通往共同富裕之彼岸的诺亚方舟。这些成功故事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例如敞开大门、规则透明、允许任何人参与，并且清楚地知道对他们的期望。榜样和人生导师在指引人们前进的道路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为那些未能攀登顶峰的人提供的中途奖励和 B 计划，则构建起安全网，并鼓励更多人积极参与，权力下放的管理模式，吸纳志愿者和公民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确保这些举措扎根基层，贴近百姓心声，真正有社区驱动，亦能及时响应地方需求。通过复制这些设计原则，新的机会之梯就能在任何地方搭建起来，并在这一过程中释放人类潜能。千真万确的是，当我们将人类潜能与匹配的机会紧密相连时，我们就将共同的幸福家园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随着科技的发展，自动化浪潮的兴起，正如同昔日圈地运动的幽灵，再现威胁着千百万人的生计。专家们忧心忡忡地预言说，未来世界那将是一幅何等令人绝望的人间惨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大批抢走咱们的饭碗，大规模失业潮将席卷全球，技术鸿沟也随之愈演愈烈。到那时，掌控机器的人将疯狂聚敛滔天权势和惊世财富，而绝大多数被机器取代的普通人，则将被无情地泡入时代洪流，沦为赤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贫困的泥沼中苦苦挣扎，永世不得翻身。为了避免这种人间炼狱般的悲惨结局，必须构筑起坚不可摧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并响亮地向全世界宣告一个庄严承诺：我们必须正视和承认一个铁一般的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都天然享有平等、分享地球资源和发展红利的基本人权。这才是应对自动化时代贫困挑战的唯一正途。彻底铲除贫困这颗毒瘤，乃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最紧迫也最关键的历史性挑战。正如国际发展学邓肯格林一针见血：若是我们败北，贻害无穷，必将永世难辞其咎，为后世子孙所唾弃；反之，若是我们成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后人必将惊叹我辈这迟钝与麻木，慨叹这人间苦难与不公，竟容忍至今，旷日持久，何其荒谬！这场关乎人类命运的伟大战役，绝不仅仅关乎解除苦难，更是为了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美好世界。
让全人类共享发展福祉。想要在现有地球生态边界之内严肃认真、持之以恒地提升人类福祉，我们就必须变得更加智慧、更富远见，切莫再执迷不悟，一味沉溺于无休止的物质扩张与贪婪追逐，而急需学会适可而止，懂得足够二字之真谛，进而着力构建一套人人共享繁荣、永续发展的集体富裕体系，彻底摒弃那种竭泽而渔、寅吃卯粮、完全依赖指数性增长的落后模式。须知，地球资源虽足以支撑全人类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然放任无度开采、肆意掠夺、纵容消费主义野蛮膨胀这颗蔚蓝星球，终将不堪重负，走向崩溃衰亡的末日深渊。更重要的是，着力消除贫困，竭力弭贫，差距倾力为所有人创设更广阔的发展舞台。其惠泽绝不仅仅局限于那些身处弱势的群体，而将责备整个人族，令全体社会成员同盟其利，共享其资源。一个贫富分化更轻、阶层对立更缓的和睦社会，必将更加健康向上、安宁祥和、稳如磐石，迸发出更蓬勃的生机活力，孕育出更充沛的信任友爱、创新智慧以及万众一心、携手奋进的磅礴伟力，推动人类文明驶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彼岸。放眼环球，有识之士早已纷纷觉醒，投身于制定切实可行的宏伟计划，使之从根源上彻底铲除贫困这个毒瘤。对于这些各具特色、精彩纷呈的未来蓝图，我们并不预设任何偏爱，亦不执着于新现实就进行冠以合众也好，私奔同利益社会也好，还是后增长、经济也罢，亦或是资本主义3.0或其他任何新颖思想，皆不妨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广纳真知灼见。无论最终采用何种术语，但凡能够在不突破地球生态承载力与系统韧性边界的前提之下，进而着力提升全体人类福祉的社会，都将迥然异于以往一切模式。无论是资本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罢，亦或是法西斯主义之流，那些皆以增长之上竭泽，而于是攫取资源为核心驱动的系统，都将黯然失色，相形见绌。你问为什么？干因全新的构建初衷，乃在于全心全意为所有人类福祉服务，不为少数特权阶层谋取私利，更将为未来时代之持续繁荣发展生猛。我们必须将医疗保健、教育、住房和食物视为人权，而非可以买卖的商品。道德基础很简单，每一个人都拥有获得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基本权利，称之为所有人的尊严。我们可以通过将人类必需品从不断蚕食的市场中移除来实现这一目标，诸如住房营养社区、教育、医疗保健和受保护的环境等需求，应根据人权来提供，而不应取决于个人的金融交易。从维也纳的土地信托到美国那样的公用事业、公有制，从瑞典那样的全民托服务到哥本哈根那样的适宜步行的城市，以及从免费公共交通到强大的公共服务，我们可以构建一个让每个人都能获得他们茁壮成长所需的一切，而无需考虑他们的经济状况的环境。虽然市场可以有效地生产和分配非必需消费品，但它们从根本上不适合确保公平的获得对有尊严的生活至关重要的资源。在市场体系中，商品和服务的分配不是基于需求，而仅仅是基于支付能力。这本身就排除了穷人获得基本必需品的可能性。为了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公平的社会，需要将基本需求的供应去金融化。这意味着将基本商品和服务与市场经济脱钩，并认识到人民的福祉对共同利益至关重要。很少有人认为剥夺自己孩子茁壮成长的机会是个好主意。消除贫困计划的组成部分是明确的短期内降低风险和遏制不确定性，中期进一步发展机会基础设施，以及长期实现对美好生活更丰富和更充分的愿景。我们还要在通往死胡同的高速公路上跌跌撞撞多久，才能认清贫困对地球上如此多的孩子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神话。